根据研究，如果跟20年前相比，现代男性认为自己没朋友的比例整整暴增了4倍。换句话说，现代的男性呢，似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孤独当中。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男性孤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你身边也有那种很常会说笑死我都没有什么朋友的人吗？近几年来有不少的研究都发现，越来越多人表示自己身边完全没有任何的亲密朋友。而这样子的状况又以男性族群特别严重。有研究调查就发现，在30岁以下男性当中呢，有将近30% 的人都表示自己没有和身边的人有过任何亲密的社交互动。换句话说，对于现代许多的男性来说，和朋友谈心、讨论自己遇到的困难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像不可能的任务。而这种没有人了解自己的孤独感，在整个男性族群当中快速的蔓延，也开始对他们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随着这样子的问题越来越普遍许多的心理学家还有社会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孤独的议题，尤其是状况特别严重的男性孤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现代的男性到底有多么的孤独，为何现代男性越来越孤独，而作为男性又该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孤独问题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忙碌的早晨想要快速来杯咖啡醒醒脑吗？那你可以看看这台 GE Profile 推出的全自动意式咖啡机，让你在家就能够享受香醇咖啡。这台咖啡机有一键冲煮功能，搭配20巴高压萃取，45秒风味咖啡快速出杯，让你呢想喝就喝，不用久等。另外呢，迷你的机身宽度只有18公分，小巧设计不占位，节省家里空间。还有科技动态灯环，操作状态还有通知资讯呢一目了然。更方便的是，它的出水口可以自由的调整高度，不怕咖啡喷溅。而且不管是意式咖啡杯还是大容量保温瓶呢，都可以轻松的装取咖啡哦。现在上嘖嘖享早鸟优惠，马上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更多的资讯吧。2021年的时候，美国生活调查中心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发现有 15% 的男性都表示自己并没有任何的亲密朋友。这跟1990年的 3% 相比这个数字成长了将近4倍，跟女性的 10% 相比呢，也明显高出了一大截。同一个研究当中呢，甚至观察到1990年的男性青少年遇到困难的时候，有 45% 会优先选择跟朋友求助，但2021年这个数字却跌到了只有 22%。那在美国之外，日本近几年针对简居族的研究也有发现，在这个几乎和外界零社交的族群当中，有3%比例都是男性。那回到台湾，2017年台大社会系苏国贤教授的研究结果和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研究结果可以说是非常相似。他发现和1997年相比，没有找朋友谈心过的男性比例从 3% 增加到了 19%， 而男性平常有密切往来的朋友人数也在这20年之间呢下降了 43%， 高于女性的 31%。似乎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现代人的孤独问题明显比过去严重许多，而男性孤独的状况又显得特别的严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关于男性之所以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原因，许多专家的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答案。第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性别角色造成的枷锁。大多数的男性呢，应该都不陌生从小呢就被教导要坚强独立，像个男人，不要随便的展现出自己的脆弱，更不应该轻易的依赖他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个社会氛围底下，男生呢是不被允许轻易的展露情感的。遇到挫折时，如果去找别人诉苦，得到的嘲笑、忽视或者是责骂呢，往往多过于安慰。久而久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朋友讨论就已经不会是男性的优先选项，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所以更多人选择的可能是自己找寻其他的抒压管道，比如说打球打电动等等。那这种以转移压抑来取代倾诉分享的处事方式，并不是说有什么错，只是长久这样下来就会导致多数男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很不容易跟别人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毕竟如果都没有在谈心，哪来的知心好友呢？除此之外呢，一旦长大成人这个社会很快就会逼着你要好好的努力工作，闯出一番名堂。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就要赶快的加紧脚步。有家庭的话呢，就应该要顾好家庭，不要整天在外面跟朋友混在一起。于是到头来无论到了人生走到哪一个阶段，深度的情感交流这件事情，好像总是跟男性这个角色沾不太上边。甚至可以说，传统的社会框架根本不支持男性去结交或经营友谊。男性只需要扮演一个独立自主的好儿子跟负责任的好丈夫就够了。
不过讲到这边有些男生可能会想说，不会啊，我跟公司同事也还不错，也有一起打球打电动的朋友啊，没有那么严重吧？这就跟另外一个男性孤独的原因有关了。明明也不是真的完全没有朋友，但为什么男性好像还是比较容易感到孤独呢？专家表示，有可能是因为男性跟女性对于朋友的定义不太一样。1982年，心理学家保罗·莱特呢曾经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认为多数男性的友谊呢是肩并肩，女性呢则是面对面。这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多数男性讲到朋友的时候，说的是共同属于某个团体，或是能够一起做某些事情，这些会和自己肩并肩的人。但对于多数的女性来说，要称得上朋友的，可能必须呢要是能够分享彼此的情感，互相倾诉跟支持，这种可以跟自己面对面的人。那除了莱特之外后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针对这种男女对于朋友定义不同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比如男生维持友谊的方式多半呢是靠集体身份一起做某些事情，但女生呢多数是以紧密的情感连接。像男生可能会觉得公司同事啊、球队的队友或者是游戏公会的人都算是自己的朋友，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同事或是玩游戏的网友跟能够谈心的亲密好友是完全不同的存在。换句话说，一个人会不会感到孤独的关键，似乎并不是他有没有朋友，而是在于有没有人可以满足他的情感需求。刚刚我们说到那2个原因其实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出现的，但为什么男性的孤独感这几年却越来越严重呢？有人认为这可能跟社会状况的改变有关。现代人生活改变，网络互动增加，从社群上面可以很轻易的看到别人的生活还有交友状况，这很容易强化人的攀比心态，导致社交萎缩。另外呢，之前我们在男性废退的那一集影片当中也有提到，有不少的研究发现未婚或是离婚男性的孤独感会远大于已婚男性，但未婚或离婚女性的孤独感和已婚女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单身的男性来说，虽然他有同事或是队友，但这些人呢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相对来说，家庭或是伴侣更有机会成为他心灵的避风港。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经济压力大，整体越来越晚婚，未婚的人也越来越多，等等复杂因素的交错之下，刚刚我们提到那2个原因对于现代男性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显著，让现代男性的孤独感越来越重。但话说回来，从刚刚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孤独的问题，可是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恐怕还真的有。在2023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孤独已经成为了一个急迫的全球健康问题。而之所以会发现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跟疫情期间的长期隔离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各种数据统计，在疫情期间呢，几乎全球各地人们的自杀率、忧郁症的比例等等都有大幅的提升。而在过去，其实就已经有许多的研究指出，这些状况呢跟孤独感有很高的相关。长期的孤独感呢，甚至会造成脑部的结构变化，大幅的提高失智症的风险。更严重的是，除了对于心理还有认知的影响之外呢，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孤独还跟心血管疾病密切的相关。长期孤独的人，中风的风险可能增加高达了 50%。那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孤独感呢会降低人的抵抗力，也导致人体更容易发炎。WHO 的社会连结委员会就表示，孤独的健康风险呢，相当于1天吸15支烟的程度，比肥胖或是缺乏运动的风险都还要更高。那孤独不只是对于自己有伤害对于身旁的人往往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有人认为，现代男性的求偶焦虑呢，可能也跟孤独感有关。因为当这些男性的情感需求没有办法找到人接住的时候，他们可能呢就会更迫切的希望说，身边有一个伴侣能够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但是对于伴侣来说，这样子的压力就会很大。而专家也发现，孤独感高的男性往往会在情感上面过度的依赖伴侣，造成关系之间的压力。此外呢，高孤独的这个男性跟孩子的互动品质呢也普遍较差。比如说，如果爸爸感觉很孤独，很可能也会连带的影响到小孩的身心发展。那么既然孤独的问题这么的严重，那究竟大家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根据前面提到的孤独原因，专家们呢有提出对症下药的方法，而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从改变心态开始。简单来说，虽然多数的男性呢从小就被教育要像一个男人，不应该轻易的表露自己的情绪或者依赖他人，可是每个人本来就会有情感上面的需求，压抑这些需求反而容易造成伤害。因此，专家建议大家应该要先练习告诉自己说，表现出脆弱或是向别人诉苦，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你并不会因为做了这些事情，就好像变得不像男人。那一旦改变了这样子的心态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试着找回或者是拓展更多的朋友，摆脱总是只能够靠自己或者是过度依赖伴侣的状况。
比如说，先从身边原本只是肩并肩的朋友当中，找到几个你比较能够信赖的人，多聊聊一些自己的感受，或不再只是单纯的讨论工作或娱乐。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习惯，有点别扭，也有可能遇到对方觉得你很奇怪，对你感到抗拒。不过这些其实也都很正常哦，很多时候或许只是彼此对于这样子的互动方式很陌生，好好的表达跟倾听也都是需要练习的事情。那当然，如果对方已经明确的表达出他没有兴趣这样子互动，也还是要尊重对方的意愿，否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在分享今天的观点之前呢，我们想要先强调2件事情。第一个是，虽然这部影片提到了不少男生怎么样，女生怎么样，但这些也就只是研究统计的数据，并不代表所有的男生或者女生就一定是某种固定的不会改变的出场设定。再来呢，在时代变迁的部分哦，其实呢牵涉到了很多复杂的要素，在研究还有分析上面也会需要更长时间的追踪还有分析。所以关于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推论呢，大部分都还是从对于过去的观察来猜测的。不过我们确实也发现专家们的这些研究结果真的跟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有蛮多可以对应的地方。比方说呢，很多人常常会说自己没有朋友，他背后想要表达的可能并不是没有人可以跟他互动，而是自己缺乏能够谈心的朋友。换个角度来看，那些常常自称没有朋友的人，或许呢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办法从身边这些认识的人当中获得情感上面的支持或满足。而这也连接到另外一个我们的观察，那就是关于男性的求偶焦虑。虽然这个部分也还没有很直接的研究证据支持，但我们自己观察也会觉得，有不少男生呢在求偶焦虑之下，好像会花很多的心思或者是时间去找寻可能交往的对象，导致他花更少的心力去经营其他面对面的朋友关系。对，这就可能呢是俗话说的这个见色忘友。然后他们因为缺乏友谊的支持，心里可能会觉得孤独，为了排解孤独，又更急着想要找到伴侣，然后求偶焦虑又增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觉得如果要打破这样子的恶性循环，转念确实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一旦男生们能够转念，不要再把找到伴侣当成是拯救孤独的唯一解药，那或许大家就不会的这么容易掉入把哥布林骗出洞穴的陷阱。而大家呢，也可能同时就会发现，真正的兄弟应该是要能够听你谈心，不会让你感到孤独的人。男人啊，这好尴尬。男人啊，在一起强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来问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男性们真的孤独吗？确实蛮孤独的哦，没有朋友也没有伴。B 还好，虽然少呢，但还是有1-2个可以谈心的朋友。D 完全不会有，根本都是超级现充。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现代男性的孤独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男性废退以及情感教育。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